回去可是要交笔记的，我们出来了这么长时间，要写东西的可不少，写不好的话，我可是要让韩光君罚你们的，还是说你们都写好了？”崽子们顿时垂头丧气。魏无羡满意的笑了，好了，又不是以后没机会了，回来给你们讲故事。小朋友们这才同意让他走了。走到门口，魏无羡又突然说到丝锥锦衣跟上，然后回头看了眼剩下的那一小堆，都怪怪的呀，回来让你们师兄给你们讲。客栈老板知道住店的几位公子都来自仙门后，对魏无羡提出想让人带他们去出事的屋子查看的要求欣然应允。有伙计带着走了差不多1个时辰，才到了那个存粮的屋子，准确的说，这是一个破旧的小宅子。魏无羡站在门外观察了一会儿，感叹到这样的风水能坚持到现在才出问题，也真是为难这宅子了。蓝思追听了疑惑道：“魏前辈，这作何解？”魏无羡指了指宅子周围，说：“你们看，这宅子建在路口交叉处，所面对的街道都很是弯曲，门口正对几棵大树，围墙很高，整个住宅呈现出一个东西较长的方形，而且背阴，这些可都是不利于阳气进入的大凶之象啊。”蓝思追点点头，又问：“所以这里邪祟作乱是因为风水太差，与怨灵突然增多并无关系？”“非也非也，正是这里风水太差，阴气太重，所以让聚集的怨灵有了容身之所。这个小镇距离水患时易爆发之地不远，却只此处有邪祟扰人，应该是这里为他们提供了大量阴气的原因。守在这里的人长时间待在这样一个阴气过重、怨灵聚集的地方，自然是不会好到哪里去。”魏无羡刚说完，便看到蓝景怡捡起了一颗掉在角落里的棕色的看起来像是药丸的东西，看他闻了一下，便问道：“闻到什么味儿了？”蓝景怡闻言又凑近仔细的闻了一下，立马嫌弃的咦了一声，将那药丸拿远了些，回答：“好难闻哦。”魏无羡笑起来：“以后不要闻，那东西有毒。”蓝景一下得赶紧丢了药丸，叫道：“那你还让我闻？”魏无羡摇摇头，对一直跟着他们的伙计露出个意味不明的笑来：“回去跟你们老板说，邪祟作乱是一回事，仇家上门是另一回事，让他好好想想是不是还惹到了什么人。”伙计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感谢他们倒真是多谢几位公子了，小的回去一定马上把公子的话告诉老板。魏无羡又跟伙计交代了几句宅子以后要怎么改，便让那伙计先回去了，自己则带着蓝思追和蓝景怡慢悠悠往回走。蓝思追看着伙计离开，又问道：“魏前辈，之前山上的那个东西与这宅子里的东西有关系吗？”魏无羡低头想了想，否认道：“没有关系。”再次回到客栈时，又到了吃饭的时间。客栈的老板见他们回来，亲自前来感谢，客套了好一会才放人离开，又吩咐伙计拿出私下留用的食材给几人做了一桌好菜。只是魏无羡看了却没有什么胃口，随便吃了几口便说要回房歇息，然后便一觉睡到了晚饭时间，直到蓝思追前来给他送饭才从床上起来，却还是感觉身体有些疲惫。吃完饭，小辈们便要上山继续找昨天遇到的邪物。魏无羡实在懒得出去，让蓝思追把同伴都叫到房里来，将他的猜测说了出来，交代了又交代。放人走前还是不太放心的叮嘱道：“打不过就跑，赶紧发信号，遇见，那样跑得快，我会来救你们的，放心，那东西弄不死你们。”蓝景怡听得满头黑线，边走边说道：“思追，你觉不觉得魏前辈最近越来越唠叨了？魏前辈是担心我们？他从前也不这样啊，我感觉他现在比我娘都唠叨。”果然不出所料，山上并不是什么太厉害的邪祟，蓝家小辈们不出所望地解决了问题。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跟魏无羡讲起那晚的邪祟，小朋友们说得绘声绘色。魏无羡坐在长廊的凳子上，倚着身后的柱子，手肘放在一侧的栏杆上，看他们说笑，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容，只是看起来似乎精神不太好。蓝思追总是比较心细的那一个，看了一会儿，便悄悄与身边的同伴说道：“魏前辈看起来好像很累。”他这样一说，马上就有人低声回应：“我早就想跟你们说了，魏前辈这几天看起来脸色有些不好，今天看着觉得越发差了。”这样说着，几人都悄悄往魏无羡的方向看了几眼，见魏无羡正闭着眼睛假寐，也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便又有人小声接着说道：“你们没发现吗？魏前辈这几天都吃得很少。”
每次只吃了几口便说不吃了。肯定是太累了，我们这么多人出来这么久，夜猎除祟的时候总是让他提心吊胆的。每次我们自己出去的时候，嘴上说着不管我们，可总是交代了又交代的。还有，每次我们一有危险，他就马上出现了。我好几次都怀疑魏前辈在悄悄跟着我们。对呀，我们还总是一天到晚围着他问这问那的。不会是病了吧？